来，从今天开始呢，我将用自己碎片时间，然后录制视频，记录我的一些人生感悟。主要是我觉得我的人生呢，起伏比较大，收获也比较多。我想把我的一些总结出来的东西，通过视频方式记录下来之后，给到你们。因为我觉得可能若干年之后，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就是我的孩子们，甚至运气好一点，孩子的孩子们或许知道我这么一号人物的存在，来过这个世界，但是再到下一代的时候，一提到我是谁，可能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就像我奶奶，也就是我爸爸的妈妈，她是在2023年离开这个世界的。但是对于4点金你们来讲，根本就没见过，对吧？你们根本就没见过。所以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似乎我奶奶就对于所有人来讲就是根本没有来过这个世界，根本不知道这么一号人的存在。但是我打算通过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然后传到网站上面一般 YouTube 之类的，让我的后人们能够看一看，了解一下过去还有这么一位所谓的这个长辈来过这个世界，经历过一些事情，然后跟你们来分享这个社会当中的一些总结，社会的一些现象。然后我想想，我也不是那种文案很好的人，做点什么东西提前去把文案给写好，我做不出来。所以呢，我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然后平时在家里面还有工作中都比较忙，那么我就只能够利用这种开车的闲暇时间一边认真开车，一边脑子里面想到一些东西就随口讲出来。今天讲点什么呢？就讲昨天发生的一个事情吧。我想让你们知道，人一定要善于思考。往往你觉得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当前问题的时候，可能还会有多个办法、多个解决方案的存在。昨天同你老妈出去超市里面当时就说想买一个婴幼儿用的东西，然后可能没有买好，没有挑好，那就看到了一个洗奶瓶的机器，当时报价大概是接近400欧元，4830那么也就差不多3000多人民币，3000人民币左右吧。然后他就说非常想买这一个洗奶瓶的机器。然后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说，第一个这个价格比较贵，第二个洗奶瓶一个奶瓶的清洗时间也就那么1分钟到2分钟时间就够了。然后就算一次洗4个奶瓶，也就10分钟以内就能解决。你让我花这么多钱去买一个这玩意儿，我觉得性价比不高，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说，我个人觉得这个叫智商税。我只考虑到这2点没考虑到其他的。后面你老妈就讲了一句话，就说每天半夜起来洗奶瓶，你知道有多累吗？怎么样？然后我就问他总共有几个奶瓶，他说4个奶瓶来使用，但是1晚上不够。当时我就
灵光一闪，就觉得这4个奶瓶不够，你要多买2个奶瓶，买总共6个，对吧？或者再买4个奶瓶，总共8个，这样一来一晚上总够了吧，对不对？因为我当时在那个母婴店里面也看了一下，就说单独买4个奶瓶的价格也就30多欧元，不到那个洗奶瓶机器的1/10的价格，不到啊，30欧元出头，3233吧，就这样。也就是说，我花了不足1/10的价格，就解决了你半夜起来需要洗奶瓶的困扰，那是不是很划算，对不对？但是你老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后面我又自己去网上了解了一下，因为别人想买的东西，我们总得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实不实用。后面我就发现这个洗奶瓶的机器分2类，一类呢是类似于洗碗机，它固定安装在一个地方，有一个入水的水管接口，还有一个呢是污水的出口。但我就一想，这个家里面好像没有合适的地方能够放啊，对吧？这个不行，要不然的话，你要洗奶瓶还得把奶瓶拿下楼或者拿到厨房或者卫生间什么地方去洗的话，那我还不如自己用手去洗2下，对不对？那么又有刚刚讲的是2类啊，第一类是那个固定安装的，第2类呢是那种可移动的。那么也就是说，你提前得把干净的清水准备好，然后还得准备一个存放这个污水桶的地方。然后我又想了一下，这个确实能解决你不便安装的问题，这个没毛病。但是又有一个问题了，如果就放在卧室里面使用的话，那它清洗的过程会不会像洗碗机那样发出轰隆隆的噪音？这样一来就会影响人的睡眠，对不对？因为你放在卧室又是半夜时间。后来我在一些视频网站了解了之后，似乎的确会这样，但它声音有多大，我也不清楚，因为没用过。但是通过使用者的描述，大概有50分贝到60分贝，就像我们正常人说话的这个声音。这样一来，我就觉得这洗奶瓶的机器不是太实用也就更加坚定了我不会去买这么一个玩意儿。但是刚想的，但问题还得解决，所以呢，我就觉得可能多买2个或者多买4个奶瓶，这个是可行的方案。通过这个事情呢，我想告诉你们，有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不止一个，可能有方案1、方案2、方案3。你一定要首先你要多想出几个方案，在这么多方案里面挑选出一个最佳方案来解决你当下的困扰问题，明白吧？这就是今天分享的一些东西这边外面的气温其实还好，但是车内呢，这个太阳光照射进来，车内还是挺热的讲到这个气温，我又想到这几天中国大陆媒体说欧洲法国气温非常高，甚至热死了多少人，40度的高温。这个或许在某一天的某一个时刻，气温确实会很高，但是这不是持续性的，所以至少我不生活在那边，我没有切身的去感受那种高温，只是说不同的地方情况不一样。然后当时国内媒体发布出来的视频之后，就有很多人在下面评论，就是所谓的怎么说呢，就有一种你也有今天你终于轮到你遭殃啦之类的那种感觉。然后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什么呢？当然你们不是外人是指自己家里人。
有些东西不要听风就是雨，别人说什么不代表就是什么，你要自己亲自的去验证。耳朵听的不一定是真的，甚至有些时候眼睛看到的都不一定是真的。当然你自己验证是需要付出的，比如讲付出时间、付出金钱、付出精力，这个是你需要付出的。但是像这种问题吧，气温的问题啊，如果你要验证的话，其实很容易，你去查一下这个过去法国巴黎啊这些地方过去7天的气温就知道了。我相信有某一天的最高气温它会比较高啊，但是大多数时候气温都是很正常的，不会说什么40来度啊之类的。当然有些地方它一到夏天就长期35度以上啊，这个主要还是我估计集中在欧洲南部这些地方啊，当然其他地方也有，我就不知道了。所以呢，有些时候你们在收到某一种讯息的时候啊，自己一定要去验证，这个很重要。千万不要听风就是雨，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独立的思想。差不多今天就是这些。然后我现在出去办点事情，还有2.7公里啊。反正在这边我现在每天就是为家里的生活去付出。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你的时间就不再是你可以自由支配的，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考虑的问题会更多一些。所以趁着你们现在还没长大，某一天看到这是我第一条视频，今天是多少？我看一看，2026年7月3号，这第一条视频。如果你们将来长大了，能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呢，希望对你们思想上面有所感悟。大致就这样。